各位朋友们，如果你们今天已经订阅我的频道很久的话呢，在之前的我肯定有讲过，我很喜欢一台 C Class， 它就是 W205 C Class。Hello， 大家好，又是爱的人，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啦。欢迎回到来 POV 试驾系列了。我今天身后面这里有一辆非常经典的，也是受到非常多年轻人的喜爱的一辆 C Class， 它就是代号为 W205 的。之前呢，我有试驾过最新款的 W206 C300 AMG Line， 可是那一辆车，老实讲啊，它的外形呢，它一推出的时候，我觉得还好而已。坐到里面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哇，很漂亮，很大个中控屏幕。可是呢，驾起来的感受，我还是喜欢这一台 W205 啦。为什么呢？等一下你们继续看下去就知道了嘛。这台 W205 的年份大概从14年开始推出到2022年左右吧，没有错的话，然后它就换了一个大开款。本期视频是非常感谢车主凯文，可是他太帅了，他不愿意上镜。在我身前面这个是一个 C180， 说白了，它是在 C Class 里面是最入门级的一种。从 C180 开始 ，C200、C250、C300、C350E AMG 款式有 C43 3.0公升的 V6 Twin Turbo， 然后到 C63的 4.0 V8， 那个是 C Class 里面的最高等级 AMG。那你要分得清 AMG 跟 AMG Line 是不一样的东西哦，就好像今天你加的宝马的 M Sport 跟 M Performance 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AMG Line 只是一个套件，让这辆车看起来更加的运动化，可能它有多了卡钳、空力套件啊这些。可是它的引擎呢，不是 AMG， 不是手工打造的那一种。你们看一下车头跟车尾的比例哈，车头会大概稍微长一点，车尾短一点。对于一个 Sport Sedan 来讲呢，它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身形啊，就有如之前我试驾那一个 Lexus 的 IS300F Sport 也是我讲过的。这辆车呢，其实它是一个日规的版本的，车主是买 Recon 的，所以你看到这个车牌其实是四方形的。C180 在马来西亚卖新车哦，当时是没有 AMG Line 的，所以你会看这辆车看起来比较昂哥一点。连早期的 C200 也是，它叫 Avantgarde， 你要买到 C250 或者 C300 它才有这个 AMG Line。这辆车蛮高配的，它还有这个自动刹车系统、车道辅助偏离啊，这里有一个 LED 的日行灯，还有这个 Signal 灯。C180、C200 它都是1粒 Projector Headlamp 的，这个是远光灯嘛。C250 或者 C300 就是2粒 Projector Headlamp。在日本的话，可能这个也可以选配的，很难说的，因为我曾经看过，怎么这个 C200 日规版有2粒 Projector Headlamp 呢？这个尾灯方面是我最爱啊，它很像一对翅膀这样，晚上看起来很好看。车主呢刚刚换上了这一套 C63的轮圈，非常的好看，我很喜欢那个 logo 大大力的。前面的轮胎为225 45 R18， 后面为245 40 R18， 因为它是后驱车，所以后面要比较宽一点，也比较薄一点。前面轮胎为 Yokohama Advanced Apex V601。后面的轮胎为 Continental 的 MC7。AMG Line 呢就配搭上了这个4活塞的刹车卡钳，前麦花臣后面是一个多连杆的设置，它是没有选配这个 Air Suspension， 那我们称为叫 Airmatic。AMG Line 的版本呢，你就会看到很明显有这2条左右侧的酒窝，让这辆车看起来更加的运动化。双出的排气管，原装来说这个排气管呢它是藏在里面，这边出来。这辆车也是改过了排气管的，所以你会看到这边其实是银色 chrome 嘛，因为热的多了，颜色会变了有点像 Champagne
够了。如果是买到 AMG Line 呢，你进入到 Sport Plus 模式啊，它换挡的时候肯定会有 fart sound。原装来说不明显，你改了排气管的话，肯定是更加的明显了。这辆车的钥匙呢，是我非常喜欢的，非常经典的哈。虽然奔驰用了很多年，新款呢看起来更加的 ADAS， 可是我还是喜欢这个。无论是视觉跟握觉呢，我们都称为叫做情怀啦。就好像今天我看回来 iPhone 的 3GS 啊 ，iPhone 4啊，想当年是非常 ADAS 的一个设计，很经典。现在看下去还是有那种恋爱的感觉的，就好像现在这辆车还有这个钥匙一样。虽然它有无钥匙进入，还有无钥匙启动的，可是你可以通过这个钥匙来按一下解锁。当你解锁了这辆车之后啊，那所有的灯都会亮起，Side mirror 就会自动打开。门把这边呢，它都会有灯，很ADAS。Side mirror 下面也会照着光，迎接你的感觉。打开这个后面也没有那个 spring load， 所以要用手来打开。所以你可以用钥匙来打开之外，你可以透过后面这个电磁阀按，那这辆车就可以打开尾箱了。还有一个非常温馨的，当你打开车尾箱，在非常暗的状态下，你还是可以看到这一块是非常的亮，因为这边有灯啊。如果车坏在路边，需要这个紧急的套件都在这边。这辆车是没有备胎哈，所以它给你一个胎压补贴剂。一天人有24小时，8个小时睡眠，8个小时工作，8个小时的娱乐，这个就是我们人类的24小时了。它其实是比较小辆了，然后它的椅垫就是我经常投诉的，比较短，然后后面就是因为后驱嘛，它这个尾部鼓起来的位置很高，你后面坐3个人是真的很不舒服的。前面已经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的身高173，座椅就比较偏硬咯，因为它是欧系车嘛，日本车还是比较软的。但是我很喜欢这个头枕啊，还是软软的，你看头还是挺舒服的。我的头部空间呢是大概是像一个拳头，根本是没有什么腿部空间了的。车主改了所有的气氛灯哈，包括后面的这个喇叭，它也换上了这个 Burmester 的 cover， 所以是有灯的，很好看。这辆车如果没有错的话，原装的气氛灯只有3种颜色：橙色、白色还有蓝色。前面的对的也换上了这个 Burmester 的，连它的冷气出风口也是改上了这个最新款的奔驰的，就像飞机的引擎一样，也带气氛灯的，所以整辆车的视觉跟感官都非常的好，非常的棒哈。载美肯定不是问题啊，连后面的冷气出风口也是一样有灯的，也是可以改。但是改了之后呢，它就没有以前的奔驰那个滴滴的声音了啦。毕竟这个还是改出来的，不是原装的。这里还有一个手扶箱，你可以打开，放一些东西在里面。那置备架呢，就是要按出来的。哎，我还是喜欢这一代奔驰的关门声的 ，W206就没有了。这种声音还是比较扎实啊，新款的感觉到好像日系车一样。So sorry to say man， C180或者是有些比较低配的 C200哦，在日规版的话，电动调节呢不是在门把上面了的哦，它是在这里的哦。所以如果你们买这些进口车的话呢，要看好。如果是高配的话，肯定是在这边呢。然后这里有一个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奔驰要这样子的设计。虽然是很好抓啦，可是我放东西没有放了。但是 Shopee 有的买这个 cover 盖下去哦，你可以放东西好的，整个质感都非常的棒啊。不管是每一粒把灯 ，AMG Line 的座椅呢，就是可以扩展这个腿部空间的。它还有这个腰部支撑，非常的凸起，所以没有 AMG Line 的话是不会有这个的。方向盘它是一个 D 型的，它不是圆形的哈。外观可以改，方向盘也是可以改，可是呢，有多少个人愿意花这么大的资本去换这一张座椅呢 ？Yes。这边就有2层，摸下去都是 fully carpet 的。日规版还有这个 ETC， 他们这个收费站需要用到的。本地版 C200呢，它这边都是银色边的。如果是250呢，它就是木纹的。C200这种钢漆烤漆，250呢就是木纹的。可是如果你又买到 C43，它又是回到去这种钢漆烤漆了。这是驾驶模式。C200日规版呢，有些有选配这个 Airmatic 的话呢，这里多一粒把灯可以按上下的，所以这辆车是安全没有，因为 Airmatic 经常会坏。还有这个 Auto Start Stop 音量按键。按下去也是挺棒的，这个长期的开关，然后还有就是手扶箱，这里的12伏电瓦哈，如果没有插字的话呢，这个盖是可以盖起来的，然后盖了之后就看得非常整齐。哇，这一集我会讲了很多东西啊，真的。驾驶员的座位这边呢，你就可以看到这边也是有座椅加热啦，还有这个椅子电动调节，有3组的记忆座位，还有就是窗户的按键，门锁呢是在这一边的哈，我多么希望它左边右边都会有啦。后备箱打开开关，还有的调整这一个腰靠，风琴式踏板，头灯控制是这样子转的，我的最爱，因为现在很多新款的没有了，这个仪式感肯定要有的嘛，对不对 ？Parking sensor off，Lane keep assist， 还有这个方向盘的加热嘛，这个日规版有。虽然这辆 C180是有配置的这个无钥匙启动，本地版的 C200是没有这个无钥匙启动的，你必须要拿你的钥匙这里插，这个东西不要不见了。如果不见的话呢，它跟你的钥匙是一样的贵。踩刹车按一下，
这辆车是改了排气管，所以肯定会有点声浪哈。哇，它会记得刚刚我们用过的模式，刚刚是用 Sport Plus 哦，所以我们把它调回这个 Comfort， 方向盘就会下来，拨下来就是 D， 这个就是 R， 它会启动它的 Parking Camera， 然后还有就是 P 呢是按这里。它有换挡拨片，你在 D 的时候可以使用。可是呢，这辆车就是没有fully manual mode，换挡拨片用了一段时间不用的话呢，它还是会跳回去自动模式的。我个人没有这么喜欢全液晶仪表，所以我还是喜欢这一种保留在 analog， 中间还有一个 color screen 的，可以换你要的显示啦、油耗啊、eco display 啦。中控荧幕也不多说 ，FM。它还是可以有 gesture 的，这里就有一个 button， 按了之后呢，它其实可以进入这个 vehicle settings。可是我们这辆车明明是 AMG Line Bro， 为什么你还显示这个 Avantgarde， 还可以放 CD 啊？方向盘的调整是可以调整上下前后的，那么是电动调节啦。对了，如果是我停了车之后呢，我打了 parking， 我没有锁上这个手刹，我一开门之后，它还是一样会自动帮我锁上的。引擎盖打开就在这个红色的拨杆。有油压顶杆 ，C180 呢，它不是配搭这一个 1.6 公升的，代号为 M270 的一具4缸的涡轮增压引擎。原厂来说有156匹马力，还有250个牛顿米的扭力。前期的时候，这辆车是配搭这个 7G Tronic 的7速的 AT 变速箱，后来在做小改款之前，就换上了这一代的 9G Tronic 9速的 Auto 的变速箱啦。这个9速呢，相对来说会比较好开一点，它没有这么顿挫之外，换挡的这个逻辑也是好过7速的那一个。那怎样知道它是一个9速的呢？要认这个引擎盖，原装的 rim cap 啊，它也是黑色的，还没有换上9速之前呢，它是蓝色的哈，就这样子啦，没有改过。原原装装，关起来声音是非常的 solid。去试驾吧 ，Let's go。好，我们先出发。哇，我驾回我之前讲过很喜欢的车哦，我很喜欢，我很开心啊。这是什么？其实当时我在 Before MCO 呢，我是从事旅游行业的嘛，所以作为导游的话呢是。收入挺不错啦，没有错啦。可是我当时就是看着也是跟你一样 F30， 或者是 W205。F30 的选择当时是 328i 咯，可是我又比较喜欢 330i， 因为那副 B48 的引擎啊。然后那个价钱呢，330i 其实跟 C Class W205跟这个 C250 是差不多价钱的，所以当时都在考虑啦。考虑这，在找这很多资料的时候，结果就来一个 MCO 了啦，什么都不用想。所以你这辆车是完全是 air filter 都没有改哈？没有，就是一个 full system 来做。哦。然后有 on off valve 吗？有了哈。OK， 不用紧，就是听得进的这个声浪的话呢，驾车都会比较有 feel 一点。那这辆车是一个 AMG Line 哈，所以它的这个悬挂呢是肯定是比普通的 Avantgarde 版本来的硬少许的。那尤其是当时它出这个新车的时候呢，我在马路上看到全部 C250啊，总之是 AMG Line 啦。你看到他在马路上跑在 highway 的时候啊，他屁股是跳下的，很得意的。我这样子看下去，所以是明显的。如果你是想要带老人家的话呢，肯定 AMG Line 不是你的首选。可是为了我们年轻人的这个发烧友这个梦啊，这个跟这个喜欢驾车人的话 ，AMG Line 肯定是你的选择啦。OK， 所以呢，它的这个悬挂系统会比较稍许的硬。可是奔驰还是奔驰啊，奔驰还是比较偏于舒适的啦。如果你说宝马的话，还是更加的硬 ，Mini Cooper 也是更加的硬。这种设定还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类型，刚好。哈，这个 9G Tronic 的换挡哦，很顺丝滑，而且快。哇哦，直接上到8档有没有？可是我还上不到9档，因为我的速度还上不了，还不够。哦，哎呀，来我们来退档一下。有这个降档补油，可是我现在在 Comfort Mode 哦，我相信如果是 Comfort 跟 Sport Plus 的这个换挡的感觉又不一样，是不是？对。踩着这个刹车，深深踩下去，Auto Hold 就启动了。Let's go。我整个起步的过程呢，它有 Auto Hold 的话呢，它都是很顺的，你知道吗？丝滑而顺。加太多那种新款的车了嘛，做到太不丝滑了。比较电脑化，太过一定要有不一样啊。
Alright， 那这辆车是1.6公升的涡轮增压4缸引擎了，所以你看它的这个动力肯定是拉的比较高转，它才换挡可能要3000转这样。如果你是换是 C250 或者 C300 的话，可能2000多就够用了。尤其现在在 Comfort Mode 它都拉比较高转。我们试一下用这个 Sport 跟 Sport Plus， 有差别哦 ，Sport Plus。这辆车的这个性格体现又不一样去了。哇，它这辆车对精神了很多 ，Sport 跟 Sport Plus 的分别蛮大的，对我来讲。OK， 你要多少钱转换挡才会有那个发4500这样啊 ？OK， 我试看啊。哎，这个声音已经够了。对，要省力嘛。AMG Line 都是有的啦，所以要换排气管就会有了，因为它原装其实会很小声。啊，对。我来试一下，我现在踩58%的油，都已经有了，3000多也是有诶。啊，它后面可能气比较多啊，气对，它气比较多就会有。哇，这个 9G 哦，我走在百四的时候才2000多转呢，有没有哦？哇，你这个 brake 的让我来猜你这个刹车皮是不是 Endless CCRG？我忘记了，我那时候换过来了，公司不是原装前面很好踩是不是？对，它很刚刚好的感觉。所以我就看到蓝色，这应该是 Endless 的啦。看我走这2000转，不到2000转。白3了，很低转的，这个走高速的话是非常舒服的哈。OK， 来我切换回去这个，是啊，手会比较麻烦一点哈。Convert， 试一下 Eco， 对。Before 买这辆车就是之前看 F30哦，F30过后看一下年份会标旧啊，对，12年328或者是15、16年的320，过后想一下，听是。BM 会比较会漏油的可能性，所以就到最后已经看好了车全部过后就又 cancel 掉，cancel 掉过后又等了1、2年，几年了，2年了好像是，过后又想要买车的时候就感觉这辆车又比较年轻，其实以前是比较喜欢这辆的，然后 BM 就操控性比较好嘛，对，所以就会先去看 BM， 过后想一下还是不要啦，先，因为又自己做一点生意，这个。驾这辆车出去会比较好，对，还是那个门面很重要，对门面，所以为了这个方面想一下就过后就选择这辆哦。这辆奔驰真的是很有门面，很有这个颜值，所有的外观跟内饰来讲啊，我们都爆表啊，对而且 F30里面就有一点，对，然后很多那个 plastic 的东西，它是用环保材质所以就过后就放弃cancel。可是，如果讲真的，驾驶来讲，宝马一定是很好。它的整个操控来讲，还有它的油门反应非常的直接，还有它的这个 Twin Screw Engine 嘛，怎么说都是那个double lag 的情况都是少很多。操控马力讲都是对，还有它的那个变速箱，它的800F 真的是很一级棒的一个 AT 来的。对，9G 还是输它少许，可是就舒服了，舒服美观。对。那如果你给我选啊，在这个时代来讲，预算有100千左右啊，想要买一个德系车啊，so sorry 啊，我不是奥迪粉，我不是很大的 Volkswagen 的粉丝，可是宝马跟奔驰这两个还是我的选择。又爱又恨呢，喜欢宝马的操控跟它的驾驶感受，可是又喜欢奔驰的颜值。对，它没有两个结合在一起。有优点也有缺点啦。对，所以看你想选择哦。对。可这辆车你讲舒服的来哦，它还是比较跳的哦。它比较跳一点，对。那这个路不平的时候，我还是会跳一下，对，就感觉上哦，我们普通车或者 adjustable 偏舒服的 adjustable 的感觉，对。偏硬一点。原装的全部原装。那我很喜欢奔驰，就是它的档位会显示的，我现在在几号档啊都有人讲。那宝马是没有，宝马需要做了这个 XHP 的 remap， 它的这个变速箱 remap 才会有显示的。现在回去 Sport Mode。这辆车还有多一个 Individual Mode 给车主设定他要的模式。那这辆车怎么说的话，它是没有一个 Manual Mode 哦，所以你如果用 Pedal Shift 啊，这个换挡拨片用的一段时间不用，还会跳回去 Auto， 这个就是它比较头痛的问题。OK， 那我们就打开窗。
听一下这辆车声浪 ，AC off， 降档。它降档就没有这么暴力哈声音。2号档会比较，它可以。连它的1号档也是有这个，我们就做一个0到100的测试啦。踩完。坏蛋，是啊。很坏蛋呢，他直接吓我一下哎，哇，安静掉了这辆车，哇，吓我一下，一下子在我旁边出来，很快啊，这辆车的这个风声好很多哎，以前我驾过的 C250啊，马来西亚的这个劲风声很够力哎，还在140以上。哦，那个还算严重啊，我以为这个算严重了。听讲到了5年车之后啊，就要换那个胶条，胶条，不然的话它也是老化掉，所以导致它会有风声进来。可能你这辆车还很新，也是6年7年了哦，7年了。我很记得哦，之前 7G 的时候哦，我用换挡拨片也好，只要高转一换挡的时候，它会有那种推的那种会推着会冲，我们所谓的冲，对，就推你出去那种感觉。可是 9G 就没有了。7G 问题比较这个，我听人家说。对。你看，他就跳回去 auto 了。对。Yes。可是 auto 其实也是不错的，它反应也是很快。也就好像你突然间要踩，它就也是退档给你。退档给你啊。可是它进档就比较慢了。它拉很高。OK 啦，你看它会拉高转一点点给我。这样子其实动力够用啦，我们日常生活来讲。那这样子是打95吗？对。95的话你打满需要多少钱哦？这样110左右啦，110到120啦，120啦里面。50多里特。对。然后你可以在这个 KL 里面加的话，可以走多远一个？大概500可以，如果是脚不重的话啦。500就老妈价。现在踩的38%的油门，看它的转速，它还在拉，它还不要升档，还不要升档，各位。他好像知道我现在在激烈驾驶这样哦，他还在 hold 着那个油那个档给我。哇，他换挡，他的 9G 分的比较密。Yes， 它每一档接一档，可能先掉一个1000多赚2000赚不到。摩托，为什么摩托这样爱走 fast lane 啊？左边这样空不要走。响应其实还是可以的，可是就没有这么直接的感觉哈，还是会累一点点。呀，就是在你松开油门之后，你再补回油门那种感觉就懂了。蓝牙有一点问题啊，算了吧，这个明白了，换了，唱机 Android， 等到时期有 Apple CarPlay， 比较容易一点，一解就是了，而且容易用。好嘞，好了，这辆车
这个款式我挺喜欢的哈。如果我的这个 Supreme 中了哈，买7辆来换它，为什么？一样一个颜色，我一天加一辆，讲笑了。来，现在C43也不贵啊，180千里面。不过那辆maintenance 高一点，对，不能拿来 daily drive。啊，挺爽价的哈，现在啊 Sport Plus。好，各位，这个 Part 1的影片就到这边了。我们的老铁们都知道我们下一集要干什么呢？我们就要把这辆车啊，再开上云顶试驾一下 AMG Line 的这个感受怎么样哈？好嘞，那这辆车不错，虽然2014年的款，现在来说已经有10年了。哎呦，认识的喂！那我去算了啊，好时间哦。对，换车了啊！哎，换车了。有拆空吗？你的 S70？Alright guys，W205呢，在这个2025年来讲呢，它的款式是挺好看的，然后其实驾驶感受也是不差。讲真的，比我驾W206更加有味道，更加的好驾，这是我的驾驶感受啦，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然后如果您今天有100千的预算，你们会不会去买一个二手的 C250或者是 C200 AMG Line 呢？又或者是更加便宜的 C180 AMG Line 呢？留言在下面给我知道一下哈。如果你们喜欢看这个影片的朋友们呢，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 ，Goodbye。